我豪门千金，为了照顾假装植物人的渣男，无奈5年前和家人决裂，却没想到顾恒在苏醒后出轨了我的秘书柳依依，还妄想拿走我白手起家的公司。5年前，我的老公顾恒为了救我，出了车祸成了植物人。顾恒！我一个人带领公司上市，就是为了给他最好的医疗照顾。但是我没想到，顾恒哥哥撞破了顾恒的。你什么时候跟苏小雨离婚啊？我真的受不了了，难不成你要一辈子装瘸子啊？我不是早告诉过你吗？我只爱你的身体，不爱你的灵魂。而且我是个传统的男人，我只会娶小雨一个，我是不会二婚的。好了好了，虽然我不会跟小雨离婚，但你才是生活呀。小雨就跟木头一样的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不然我也不会为了追求四姐出那场车祸了。也就是苏小雨会觉得我是为了救她而出的那场车祸。谁？老公，是我回来了。怎么办？是啊！老婆，你回来了。屋里这么热，怎么盖这么厚的被子啊？我刚换了裤子，还没穿上，有点冷。是吗？那是得好好盖着，毕竟你这腿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呢。该死的，今天我就要让你们钉在耻辱柱上。哎，老婆，算了，直接公布你们的丑事，顶多只是和顾恒离婚。我要的是让你们身败名裂。怎么了，老公？我就是看你床铺太皱了，帮你整理一下。你紧张什么？我不是看你太辛苦了吗？这些事儿让护工干就行了。老婆，你刚进来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？我听到了。你刚才是不是在看什么电视剧啊？实在是太无聊了，就是看看电视。这个贱女人怎么还不走啊？老婆，你说我每天这么无所事事的也不是个事儿。你之前不是说把公司的股份转让给我，让我接手公司当董事长呢？是啊，可是你这腿现在都没恢复好呢，恐怕不太好通过呀。医生说我最近恢复得很好，过2天就能下地了。哎，老婆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？你要不先回去，别耽误了啊。我还想跟你好好聊聊公司的事情呢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你残疾着就当上董事长。毕竟啊，他们是不可能同意让一个残废当上董事长的。况且公司现在已经在候选新的董事长了。什么？我可以？老婆，你看我站起来了。不要脸！为了得到我的财产，真是装都不装了。老公，医生之前说你还要瘫痪很久呢，这怎么说站起来就能站起来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？怎么会呢？这都是爱情的力量。老婆，我每天看你这么辛苦，我就心疼，是你给了我力量。因为爱情，我看还是找医生好好检查一下你的报告啊，看看怎么会有人身体恢复的这么好。不行，不能让他看到我的检查报告，不然我和柳依依的事情就瞒不住了。哎呦，哎，不行了，哎，看来还是得复健。又不行了。老婆，咱们俩是不是好久都没有？这里是医院，况且你现在应该不太行。也是哈，老婆，你看我每天这么无所事事的，
也不是个事儿啊，要不我还是出院吧。出院后，我还可以帮你操持家里，也可以解决一下公司的事儿。才这么点时间就忍不住了。好啊，那我去给你办出院手续。这段时间呀，你可要好好复健。累死了。哎呦，你刚才想对那个臭女人做什么呢？我可还在这儿呢。我要不这样做，怎么能让她离开呢？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？苏小雨，谁让你当初资助学生的时候没有选择我？不然我就不会被人嘲笑是土老帽。现在我能抢了你的男人，就能抢走你的一切，这一切都是你活该。张律师，帮我拟定离婚协议，我要让顾恒倾家荡产，身败名裂。在我的家里就敢乱搞，顾恒、柳依依，你们是当我瞎吗？我好老婆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苏总，早啊，柳秘书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苏总，我是来送公司文件的，刚好碰到了顾总，看顾总不太方便，我就帮了一下忙。这样啊，柳秘书还真是贴心呐，对吧，老公？是挺贴心的。不过以后送文件这种小事让助理来就行了，你是我的秘书，不是保姆。苏总，我是看您这几年照顾顾总很是辛苦，想着帮您分担一下。小雨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依依她也是好心。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柳秘书这么关心我的家事？对了，老公，有件事忘了跟你说了。什么事儿？5天后我会给你举办一个宴会，就说你即将继任董事长的职位，我手里的股份全都转给你。宇恒股份的转让合同我已经让律师拟好了。真的？什么时候啊？哟，柳秘书这是怎么了？依依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是我自己没站稳。柳秘书，你手帕掉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这个手帕怎么看起来和我送给顾恒的那一条一模一样呀？你这个手帕质感挺好的，在哪儿买的？地摊货，不值钱，随便哪里都能买到。可我怎么看着这就是顾恒那一条啊？老公，我记得这条手帕是我3天前托人从国外给你定制的，全球独一无二，仅此一条。我送给你的东西，怎么会在他身上？老婆，你听我狡辩，听我解释啊！依依不是今天过来送文件吗？外边下雨，我就借她擦了一下。是的，苏总，我跟顾总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你刚才怎么不说？刚才你不是问得急啊，没有时间插嘴。小雨，我看你是太累了，等我接手了公司就不会这样了。也是啊。对了，宴会5天后进行，好好准备。交给我，没问题。刘秘书，我去一趟公司，麻烦你替我好好照顾一下我老公。好的，苏总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顾总的。哎呦！你说他真的相信我们是清白的吗？放心吧，他那么爱我，不会相信我这个。顾恒，希望我为你送的这份礼物你会喜欢。我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，净身出户。老婆，你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？你不觉得这里的风景很好看吗？好看是挺好看的，这斜坡有点太危险了吧？顾恒，
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？没有啊，这最近不都一直跟你在一块儿吗？我能有什么事儿瞒着你啊？我在想，如果你的轮椅不小心从这个地方滑下去了，这么高的地方，掉下去应该没人发现吧？我在想，如果你的轮椅不小心从这个地方滑下去了，这么高的地方，掉下去应该没人发现吧？是什么意思啊？开个玩笑。我有一个惊喜要给你，这是我的股权转让协议，签了它，你就是集团董事长了。顾恒，但凡你仔细看一看，就能发现这是离婚协议书。签了，老婆，公司一定会在我的带领之下蒸蒸日上的。好啊，准备好做你的董事长吧。走吧，我带你回去。苏总，你带着顾总去哪儿了？我们大家都在等你们呢，要是耽误了时间，可就不好了。刘秘书，小雨只是带我去签了一份股份转让协议，有什么可耽误的呀？刘依依说的对呀，的确不能怠慢宾客，况且今天可能有公司的大客户呢。我先去招待宾客，刘依依，顾总就交给你了。刘依依，以后不许在小雨面前这么放肆。顾恒，我就不相信你看到苏小雨当众出轨，给你戴了绿帽子，还能忍得住不和他离婚。顾总，我刚才看到了一个男人进了苏总的休息室。什么？什么？不可能！再不去就来不及了，这是我亲眼看到的。小雨那么爱我，怎么可能背叛我？她对我那么好，她整整照顾了我5年，我现在好不容易醒过来，她不可能去找别的男人。顾恒，你这是不相信我？我刚才真的看到了一个陌生男人进了苏小雨的房间，你就这么喜欢别人给你戴绿帽子啊？你怎么能说苏总出轨呢？我看就是在造谣。就是苏总那么好一个人，怎么可能找野男人？怎么就不可能？这明明是我亲眼看到的。你这么说就对苏总的造谣，对整个公司不尊敬。好，既然大家不相信，那就请大家跟我移步休息室看看就知道了。我可是早就把野男人放进了苏小雨的休息室。不行，不能站起来，站起来就没意义了。哎，你们等等我呀！苏总，苏总，你在里面吗？宝贝儿，别害羞啊！没想到名声在外的苏总竟然是这种人。苏总，你也是的，就算再按耐不住，也不能在这么重要的场合做这种事儿。苏总，开门啊！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别给我不吭声。苏总，苏总，你别害怕，我们是不会说你什么的。小宝贝儿，别走啊！想不到苏总竟然这样自甘堕落。苏总，你就开门吧，我们不会说你什么的。就是啊，苏总，你要是被迫的就把门开开，我们好把你讨要说法呀。讨要什么说法？柳秘书，你是在找我吗？苏小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苏总，你不是应该在休息室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不是告诉过你，我去招待客人了。你在这儿？那里面的人是谁？我还要问你呢，你带着这么多人来我的休息室门口做什么呀？宝贝儿，别跑啊！让哥哥好好疼疼你。谁在里面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吗？难道是熊三那个贱男人随便找了个浪蹄子？熊三要是把我想要买凶玷污苏小雨说出去就完了。不行，不能让苏小雨开门。苏总，宴会快开始了，咱们还是先招待客人吧。我们不着急。刚才你说苏总在宴会上偷男人，但是现在苏总就在这儿，
我倒要看看是谁在玷污苏总的清白。就是，我们倒是要看看是谁在污蔑苏总的清白。就是。你造我谣？我也是一时找不到苏总，情急之下担心您的安危。既然如此，那我更要看看是谁在里面了。柳依依说给我介绍了个新项目，没想到你竟然是个男的。长成这样的确挺稀罕的，老子还没尝过男的，这一次算你小子捡大便宜了。哎，苏总，咱们还是等保镖来了再开门吧，反正他们也逃不了，别脏了您和各位顾客的眼睛。刘秘书，你这么拦着我们，难道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吗？我哪能有什么秘密？但是苏总，这门您不能开。你不要过来，小宝贝儿，别走啊，咱们再来一次嘛。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。顾恒，我为你举办宴会，还把公司股份都给你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？你就算再饥渴，也不至于找个男人吧？小雨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是听到你有危险，然后我去救你，然后半路不知道被谁给迷晕了，然后就被丢进来了。你是说你一个坐着轮椅的残废来救我？你当我是傻子还是当我瞎呀？我也是担心你的安全呀，我才会变成这样的，我也是受害者呀。都怪这个女人，就是她，她说你在这个房间别男人偷情，我才过来的。苏总，你听我解释，是这个男人威胁我，他说我要是不带他进会场，他就杀了我。我也没有想到他会进您的休息室。你个臭娘们，你竟然闭嘴！闭嘴！苏总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看在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，您就原谅我这一次。当然要原谅你，毕竟等会儿还有好戏等着你们呢。算了，毕竟你也算用心良苦，况且顾恒也是无辜的，这件事儿就这么过去吧。大家还是移步宴会厅吧，不要让这些小事儿扰了大家的兴致。诸位，刚才让大家见笑了，但今天是为了庆祝我老公顾恒回来，也是我们宇恒集团正式交接董事长的好日子。接下来我正式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们宇恒集团的董事长顾恒。为了庆祝今天这个日子，我还特地邀请了苏氏集团的总裁苏云洲来到现场。为了庆祝宇恒集团易主呢，今天我也给顾总带了一份礼物。苏总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不喜欢啊？喜欢。哦，也不知道是谁作恶作剧，把礼物都弄错了。真正的礼物是这一份。今天我带来的礼物是价值1个月的合同。苏总出手真是大方啊！苏总好眼光啊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信任。顾总还在等什么？赶紧签啊！哎，我签。你说他真的相信我们是清白的吗？放心吧，他那么爱我，不会相信我出轨的。我去，这顾恒刚醒过来就出轨苏总的秘书，这也太刺激了吧！太刺激了吧！据说苏总照顾了他5年，还为他召开了回归宴会。
这人真不要脸啊！顾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苏总，你听我解释，这视频是假的，它是合成的。是吗？这视频是我亲手放出来的，我怎么不知道是合成的？顾恒，你是不是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啊？其实我在医院就已经知道你出轨了。小雨，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呀？解释你怎么跟柳依依上床的？解释你是怎么装病骗我的？苏小雨，我忍你很久了。顾恒现在是宇恒集团的董事长，你凭什么这么对他？哎，柳依依，熊三是你前男友吧？臭娘们儿，你给我说的好话就是这个男的？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顾恒哥哥，你听我解释。莹莹，你居然背叛我！你知道今天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的日子吗？小雨，别生气了，我只是犯了别人男人都会犯的错。我发誓，我从今往后不会再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。何况咱们还是夫妻啊！夫妻？我跟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。看清楚了，这是你自己签的离婚协议。我什么时候签的呀？刚才在天台上，你签的那份股份转让合同，就是这份离婚协议。其实，从我知道5年前你就背叛我开始，我跟你之间已经彻底结束了。拿开你的脏手！苏云舟，原来是你，难怪小雨要跟我离婚，原来是傍上了大人物啊！人家柳依依好歹在我昏迷的时候照顾，而你在这找下家。闭上你臭嘴！你给我听好了，我是小雨的哥哥苏云舟，而小雨是我们苏氏集团的千金，和你这种趋炎附势的狗不一样。什么？他不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村姑，怎么可能是苏家的千金？我为什么不能是苏氏集团的千金？来人，把这2个人给我轰出宴会厅！小雨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说到底，你才是窃取别人成果的那个小偷。顾恒，你真的很不要脸。当初你昏迷，公司6神无主的时候，是我接手了整个集团，带着所有人向上爬。现在你醒了，把所有的功劳都归在你自己身上。行，就算我今天把这个董事长的位置让给你，你问问在座的各位，有人认这个董事长吗？这些年跟我们合作的一直都是苏总。我说今天怎么会办这个就任宴会呢？原来是有人想要篡位呀！我们不认。就是，你是哪位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只认苏总。我们只认苏总，只认苏总，只认苏总。保安是干什么吃的？某些人怎么还在这儿？你干嘛放开我？你们干什么？松开我！松开我！苏家千金了不起啊！我告诉你，莫欺少年穷。苏小雨，没有你，我也能成为世界首富。到时候你哭着跪着来求我，我都不会看你一眼。就是苏小雨，你有什么好得意的？一个靠着家里人的废物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还有你，要不是你，会不会成这样？顾恒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就是太喜欢你了，我太爱你了吗？这不是网上出轨男人的屁股渣男吗？哎，这女的是那个买凶造谣的秘书吧？真是活该呀！别拍了，别拍了！叫别拍了，听见没有？干什么？快走！现在的热搜根本就撤不下去，这些记者要是再不走，我们就要被饿死在这儿了。顾恒，你快想想办法嘛！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你以为我不饿呀？外面这些媒体一日不走，我们就出不去。只要一露面，马上被他们围住。要不是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这一点小事都做不好，哎，我能走到现在这一步吗？我难道不是为了你好吗？都是因为苏小雨，都是因为他不愿意把公司给你，这些媒体肯定也是他找来的。对，
都是苏小雨的错。我现在就打电话让他把外面那些媒体给撤了。喂，苏小雨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外面那些媒体都是你找来的。我知道你不就是想让我给你道歉吗？现在你如愿了吧？你现在赶紧让外面那些媒体走，我这就原谅你那天在宴会厅把我赶走的事儿。苏先生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况且媒体怎么做是他们的自由，我无权干涉，也没有理由让他们离开。苏小雨，你就是闹，你胡闹也有个限度吧？你赶紧让那些媒体走，我就原谅你在宴会厅把我赶走的这些事儿，可以了吗？顾恒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自恋啊？你还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。苏小雨，你，我操，这臭娘们她拽什么拽呀？就是，都堵到门口了。不对呀，这儿安保很好的，媒体应该过不来啊。一定是苏小雨，她一定知道错了，现在过来求我原谅她了。打扰了，请问是顾恒先生和柳依依女士吗？是我，哎，是苏小雨让你们过来的吧？你赶紧让外面那些媒体赶走啊！顾先生，我们受本房屋产权所有人苏小姐的委托，正式收回此房屋的居住权，请于24小时内搬离此房屋，否则苏小姐可以进一步采取法律措施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谁让我告你们私闯民宅啊？要告我们，这房子也得是你的才能告啊！这房子写你名了吗？我看你们才是最不要脸的，吃人家的，住人家的，最后还把别人的东西当成自己的了，赶紧滚！走不走？再不走喊人了。他们不知道那边有后门，怎么走？人呢？要多久不了？思佳，我终于等到你离婚了。苏总，这次资助学生的名单。不好，我做出是还给我！一个赔钱的贱货，想让我供你上大学，下辈子吧！我的同事说，擦一擦吧。别担心，我帮你，我资助你上学。佳佳，既然你离婚了，那这一次我一定不会放你离开的。我的好妹妹，为了让你尽快走出感情的阴霾，因此我特意物色了一位男嘉宾，包你满意。接头暗号是玫瑰，好好把握。是玫瑰，没错。你好。你好，苏小雨。我知道你，你是宇恒集团的董事长，但是我认为，我们结婚之后，你应该放弃你的事业，毕竟我年入100万，养活你还是绰绰有余的。苏云舟，你完蛋了。其次呢，每个月我会给你2000块钱，我们家里面买菜做饭必须是你来做，而且你还要孝顺公婆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毕竟是我养着你的。怎么样，是不是特别有诱惑力？我知道现在像我这样的好男人不多了，苏小姐，你要好好把握。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世界上自信的男人这么多？先生，我们不合适，之所以来见你呢，是出于礼貌，不好拒绝。什么？你说的这些要求，我认为更适合找一个免费的保姆，而我不会放弃我的事业，更不会做到你说的那些。不知好歹，我这样的好男人都把握不住，我看以后谁还会要你？
顾恒，苏小雨，你就这么饥渴呀？一离开我，就跟这种男人相亲？让开！哎，苏小雨，我知道你不过是为了重新吸引我罢了。这样，你把别墅转到我名下，我立马跟你复婚。顾恒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请你让开！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这种手段玩多了没意思了。我答应你行吗？现在就复婚，走！哎，你放开我！你放手！我倒要看看谁敢管我们的家事！你给我放开！放开我！他说让你放手，你听不到啊！你谁呀？干你什么事儿啊？顾恒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跟你已经离婚了。如果你再纠缠我，我就叫人了。苏小雨，你从以前就这样，一生气就玩失踪。听话，给我回来！见过不要脸的，像你这么不要脸的，我还真是第一次见。行，有人护着你，给我等着。谢谢啊，如果不是你，我还不知道怎么让他走呢。吃个糖，心情会好一点。以后这种事情啊，交给保镖来做就好。对付像他那样的人，没必要用毒气钳。谢谢。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从新认识下，姐姐你好，我叫温艳丽，是你的相亲对象。你好，苏小雨。一开始让你去勾引有钱人替我还债，现在不仅1分钱没拿回来，你勾引的还是一个吃软饭的窝囊废。求求你了，老公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！我真的不知道那天进去的会是顾恒。老公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把钱要回来的。你真当我傻啊？放你出去，你还会回来吗？我肯定会回来的，肯定会的。80万对不对？我现在就去帮你把钱要回来。80万不够，老子现在要800万。要不回来，我可不保证会对你做什么。你只有3天时间。到我时间拿不出钱，我不介意让全世界都看看象征我们爱情的照片。你这辈子都别妄想离开我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顾恒哥哥，我们好久都没有。别骚！疼。怎么受伤了？是啊，人家好不容易帮你引开了记者，却被他们围了起来。没想到这帮人为了上头条，居然找来了我爸妈。顾恒哥哥，你知道的，我爸妈对我除了打就是骂，那么多人我也反抗不了。这不都是你心甘情愿的吗？跟我什么事儿啊？你可是我的第一个男人，现在除了你，我没有别的人可以依靠了。顾恒哥哥，我爸妈他们还威胁我说，我要是拿不来钱来帮他们还债，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。顾恒哥哥，我不想再挨打了，你救救我嘛！多少钱啊？不多，就1000万。1000万？你做梦？你疯了吧？不要1000万，800万也行，只要800万我就自由了，我就是你的了。顾恒哥哥，你不是最爱我的身体吗？只要800万，多划算呀！我可以给你1000万，但你是不是也要帮帮我呀？我可以的，我什么都愿意帮你做的。明天晚上钢行的陈老板会过来，他玩的比较花，你去陪他1晚上，等他给我投资，等我东山再起，别说1000万，5000万都给你。陈老板，就是那个1晚上送进去18个女孩，第2天1个都出不来的，你这是在让我去送死！你不乐意也无所谓啊，自生自灭呗。顾恒，你怎么
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？我一直都是这样，是你识人不清，怪不得别人。你一个出来讨生活的，有什么贞操啊？跟几个不是？顾恒，怪不得苏小雨不要你，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人渣！别拿你的苏小雨，你觉得恶心？滚！我去前面取车，你去那等我。凭什么所有人都喜欢你？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去。哟，醒了。柳依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给你用了点药而已。苏小雨，你说你的命怎么这么好啊？有钱有身材，你什么都有了，为什么还要跟我抢男人啊？你都已经不爱顾恒了，为什么他还要死心塌地的跟着你？我只是跟他要了800万，他就不要我了，这都是因为你。你真的以为用我威胁顾恒，他就会给你钱吗？你别做梦了，他在乎的只有他自己。给不给，可不是你说了算。苏小雨在我手上，1000万就走你的小路。柳依，你要做什么？快放了小雨！我说了，给我1000万，我就放了他，你自己选，1000万还是苏小雨？哎，记得一个人来啊，要不然我可保证不了我会做什么。我说过了，你用我威胁他，只会什么都得不到。他给不了，你可以呀。苏小雨，给我1000万，我就放了你，要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柳依依，你以为我死了，你能跑得了吗？我不在乎，死就死了，反正还有你陪我一起，反正我也没有人爱。但你不一样，大企业家苏小雨要是死了，多可惜呀！你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告诉我，我可以帮你的，你没有必要为了我把自己也折进去的。你要是真的想帮我，就给我1000万。你以为这1000万你给了熊三，他能放了你吗？苏小雨，你还是跟以前一样，你表面上对所有人都好，但其实你就是个虚伪的人。5年前你的资助名单上为什么没有我？为什么？就你还想被资助？下辈子吧，赌徒的女儿一辈子都上不了台面，一辈子哦。可是我明明记得名单上有你，就连你进公司也是我。这都是因为你没有调查清楚去向。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因为你。住手！吴彦礼，他是谁？他怎么知道这儿的？柳依依，我知道你想要钱，我有的是钱，都给你，都给你。你放了小雨！你居然敢报警！依依，你快放了我吧，一切都来得及的。你们带了这么多人，我还能跑到哪儿去？我本来没想伤害你的，我只是想吓吓你。我想着拿了钱就走了，我只是想要钱，没想到你们会这样对我。依依，如果你现在放了我，我可以放你出去。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一切都来得及的。对，我才不会相信你的鬼话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一起去死！老婆，我来了，是我来晚了，对不起。顾恒，没想到你还是来了。为了挽回苏小雨，你竟然能做到这种地步。柳依依，你赶快束手就擒，我已经命人将这里包围了。顾恒，你闭嘴！柳依依，你现在停手，一切还不算太晚。你还有很长时间可以改变这一切，最多进去几年。进去？我才不要进去！我不要进去！我只是想要钱，我有什么错？我不要进去！等等，柳依依，我知道你是被熊三胁迫的，他已经被捕了，没有人再能伤害你了。
熊三进去了。对，他摸得上。他进去了，我还是要进去，我不要进去！放开我，我不要进去！没事吧，小月？没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要是我今天送你回家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。对不起，小雨。不怪你，谁也没想到柳依依会变成现在这样。况且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走吧。老婆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他会做这样的事儿。你没事，真的是太好了。顾河，是你报的警是吧？你知不知道小雨刚刚差点就……老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到现在才知道你对我到底有多重要，我不能失去你。顾恒，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你让我感到恶心。老婆，你原谅我好吗？我求你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只要你能原谅我，我绝对不会再背叛你。如果我背叛你，我愿意接受一切惩罚。顾恒，你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追我的吗？小雨，做我女朋友吧。答应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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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答应他。小雨，我这辈子只会对你好。如果我做不到，我愿不得。不要这么说，我愿意做你女朋友。小雨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你要等我，你一定要等我。姐姐，你不会真的原谅他了吧？他有什么好的？不就是会说几句好话吗？你要喜欢这样的，我也可以。开什么玩笑？我怎么可能会原谅他？我就是想让他明白，一切都回不到过去了。走吧。怎么算刚刚好？怎么就又来公司了？要不是我问你哥啊，我都不知道。这不是最近事情太多，文件都堆一块了，我就想着赶紧处理一下。都是你啊，温氏集团大总裁，对自己公司是一点都不上心。再上心也得注意身体啊，吃了饭才能把伤养好。还真有点饿了，快吃吧。苏总，不好了不好了，你快下楼看看吧。怎么了？别着急，慢慢说。你前夫他在楼下堵你呢，现在围了好多人。什么？小雨，小雨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装逼骗你，也不应该把你对我的好当做理所应当。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顾恒，你又在做什么？小雨，我知道你想让我重新追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照顾你吧。你要是脑子有病就去医院，别来找我。小雨，我明白你是在考验我，也明白你是想让我想起曾经的时光，想让我再追你一次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你还是不明白啊，我们是不可能复合的。从你背叛你自己的承诺开始就不可能了。我想你跟柳依依在床上的时候也是这么对她说的吧？人是怎么能够做到这么厚脸皮的？老板，要不要让保安把他们轰走？小雨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每次在亲柳依依的时候，我脑子里想的都是你。渣男的嘴，骗人的鬼啊！就是，怎么有脸说出来的？还有渣男！小雨，你快收下，别让我难看。你丢不丢脸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以后别来找我，这里不欢迎你。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我知道错了。小雨，不要我，他真的不要我。我的腿，我的腿！哎呦喂，儿子啊，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这刚考了几天，怎么又瘸了呀？哎呀，妈，我的腿！行了，你老婆呢？她怎么不在？对呀，苏小雨呢？出车祸这么大的事儿，她怎么不来照顾你啊？她眼里就没有你这个老公。我跟小雨离婚了。什么？他怎么敢？儿子，你给我说实话，他是不是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？马上就给你讨回公道。是我做错了，苏小雨没错，我出轨让小雨伤心了。哎呦，什么呀？你怎么做出这样的事儿呢？你，哎
哎呀，我这遭的什么孽呀！我别哭了，哭就知道哭，家都被你哭散了。三儿子不过是偷吃而已，又不是犯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，要怪就怪那个苏小雨不大了。顾恒家属去缴一下医疗费，再不交，床位就要空出来了。医疗费欠多少钱呢？手术费、医药费加上这特护病房，总共也就20几万吧。啊，20几万！你们医院怎么不去抢啊？哎呦喂，我上哪弄这20多万呢？着什么急啊？咱儿子和苏小雨离婚，已经分了不少钱呢。什么儿子？我出轨被小雨发现了，他设计我净身出户，我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钱。爸妈，你们一定要帮我。什么？我不认，全归他苏小雨。要不是他非要跟你离婚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这就去找他去。说什么水呢？哪有那么多钱让你缩水？哼！你不能进去，你真的不能进去。苏小雨，我知道你在里边，你给我出来！苏小雨，你给我起开！苏小雨，老板，他们非要冲进来，我拦不住。苏小雨，看看你干的好事，我儿子你必须负责任。我做什么了？他变成今天这样，不是他咎由自取吗？要是你，不能怎么会出车祸，也不会变成一个瘸子。哼，想让我们原谅你，不是不可以，但是你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：第一，把我儿子的医疗费付了，再给我们500万的零花钱。这样的话，还可以让你像以前那样照顾我儿子。还有吗？当然。第二，给我儿子复婚，把公司所有的股份转到咱们名下。毕竟这公司是我儿子一手创办的，你只不过是把它干成上市而已。说到底，这功劳是我儿子的。我说呢，为什么顾恒总是这么自信？原来是遗传呀！小雨都没说话，你放什么屁？我再说一遍，我不可能和顾恒复婚。你们要是脑子有病呢，就去治。我这儿不是精神病院。小雨，不是我说你，夫妻哪有不闹矛盾的？闹矛盾？难道顾恒没告诉你，我们俩离婚是因为他出轨吗？小雨，我不是跟你道歉了吗？你怎么还在这斤斤计较？那怎么了？他又没把人带到家里，家里的事不还是你做主吗？再说了，哪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没有几个红颜知己啊？对呀，像我儿子这么好的男人，没有几个。怪不得能培育出顾恒这样的人才呢，原来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！苏小雨，我看你就是存心的，你是不是为了这个小白脸才跟我儿子离婚的？这世上怎么有你这种不检点的女人？就是，你怎么能背叛小恒呢？哼，明明是这个渣男先背叛我，倒打一耙，你们倒是张口就来啊！苏小雨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哎呦喂，我这造的什么孽呀！哈哈，这儿媳妇撇下残疾的儿子跟那小三儿跑了。大家都看看吧，就是这个苏小雨，她抛弃家庭，还夺走我儿子毕生的精力呀！这可被天理了！今天你要不把钱拿出来，我就把这个录像给发出去，看看你这个公司能停到什么时候。小雨，我看你还是乖乖回到我身边吧，这样大家下去都不好看。你之前对我那么不好，我大度都过去了。看来你是决定好了，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们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吗？嘿，我管你是什么，只要我们不好过，谁都别想好过。苏总，这视频冲上热搜了，现在各大合作商都在问我们到底是什么情况呢？怎么样？现在害怕了吧？赶紧的，给我儿子道歉。苏总，现在我们的股票已经下跌了好几个点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苏小雨，你看到了吧？现在只有和我复婚才能拯救公司。我是该说你们傻呢，还是说你们智障呢？好好背背法律吧，一群法律。什么意思？看见上面的监控了吗？那上面可是从你们进门开始就录着像呢。你说我要是拿那些视频去告你们恶意诽谤，害我损失了那么多重要的合作，
你们要进去坐几年的牢啊？儿子，他说的是真的？小雨，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夫妻，你不会这么冷血无情吧？刚才怎么不见你们念及旧情啊？怎么现在到你们了？变脸这么快啊？哎呦喂，小雨呀，你千万可别这样做呀！我帮你澄清，好不好？所有的视频已经拷贝下来，发给律师了。我们现在可以把他们告上法庭，把他们告到倾家荡产、牢底坐穿。苏小雨，没想到你是这样冷血的女人，你怎么变了这么多？我冷血不冷血，去跟我的律师说。苏小雨，你送客。哎呦！手，拿我的手！小雨啊，过几天的宴会还请你当我的舞伴，这个的话就当谢礼了。看来我是没办法拒绝了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呀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么客气呀？这不是那个抛弃家庭带着男小三儿跑了的那个苏小雨吗？看来上次给你的警告还不够啊！警告！我告诉你，你骗不了我了。倒是你花着我儿子的钱养着小三儿，你倒爽快！这就是前些天出轨的那个女老板吧？可真够不要脸的。就你这样的，还想戴那么贵的珠宝，你配吗？服务员，他手中的珠宝我要了。抱歉，女士，这件已经被温先生买走，要不你再看看其他的，这2件也非常符合你的气质。你要是眼瞎耳聋，就换人服务我。我说过了，我只要他手里那1件。这位女士，这的确是温先生定制的，是没有办法退换的。要不你问问温先生愿不愿意卖给你？这卡里有80万，我现在可以买了吗？要不……干什么？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？你怎么能打人呢？上次没把你送进去，你是不是迫不及待了？别，我工作会没的。算了，艳丽，我们走。哎，你别走啊！花了我儿子的钱，还想离开？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呢？温氏集团温燕，你可以问问你的儿子，他惹不惹得起？拿。小雨，我们走。抱歉，苏小姐，根据规定，我必须要检查你的包。这下好了，有人偷了东西，走不掉了。我有没有偷东西，不是你说了算的。给你，一定要好好查一查，我到底有没有偷东西。苏小雨，我就不信这一次我整不了你。小雨，没事，清者自清。我是不会承认自己没做过的事情。我不是担心你，我只是觉得，如果有人故意栽赃陷害，那就不好说了呀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我偷偷的把东西放在苏小雨那包里？我没让你对号入座。你找到了。哎呀，你可得好好检查检查，别冤枉了人家。不好意思，苏总，这的确是我们店的钻石项链。还真是什么下作手段都使得出来。没关系，苏总，这项链肯定是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掉进去了，找到了就没事了。哎，你别走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这说不定东西就是那苏小雨偷的，你这就放他走了？你信不信我投诉你？这位顾客，苏总是我们店的至尊会员，这些东西在苏总眼里根本算不了什么。这些东西在我眼里的确算不了什么，不过在某些人眼里，那可是好几万呢。是啊，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该不会是你故意偷了项链放进小雨包里的吧？血口喷人！我只是想让店里的人遵守规定而已，以后万一有人受冤枉了呢？你放心，如果真的是我拿了项链，我不但会付全款，还会付3倍的价钱。但是，如果有人敢冤枉我，我也绝对不会饶了他。你最好这样。我记得这店里的监控是无死角的吧？还是高清摄像头对吧？我记得这店里的监控是无死角的吧？还是高清摄像头对吧？是的，苏总，任何人的动作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，无处可逃。想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
只是证明我的清白而已，免得有人在外面胡编乱造。那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也在现场啊，说不定陷害我的人就是你。苏总，找到了，就是这位顾客要你。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你肯定是合成的视频，我看你就是和苏小野串通好的，别问我的。这么短的时间上哪儿合成去了？我看你就是嫉妒人家有钱，还比你漂亮。就算不是合成的，那也是你们把东西没放好掉在我身上了，我以为是垃圾，哼，我就随手扔了。刚才你不是还要我赔偿吗？怎么现在到了你就不一样了？不管怎样，监控上显示就是你拿走了这条项链。我们店的规定是偷1赔3。我那不是偷。请问刷卡还是现金，或者送你进去？我刷卡。女士，你这卡里可没钱啊！什么？不可能！我明明记得这卡里有80万，怎么会没钱？肯定是你们的破机器坏了，刷不出来，重新换一个刷。保安！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嘿，苏小雨，我以前好歹也是你的婆婆呀，你要这样对我吗？你赶紧的，让他们放开我！你也说了那是以前啊，我跟你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你应该去找你的好大儿顾恒。放开我！好，我这就让我儿子过来，有你们好受的。儿子啊，你快来吧！我在珠宝店被人欺负了，快点来！等着吧，我儿子马上过来，你就等着死吧！你们真是冥顽不灵。到底是谁欺负了我妈？儿子，你可来了！他们说我偷店里的东西，还要我偷1赔3。我倒是想看看是哪个不想活的敢欺负我妈。苏小雨，还真是阴魂不散。1个月不见，没想到你落魄的居然想要靠冤枉他人来获取钱财的地步了。我之前真是看上他哪儿了？哦，明白了。你是看我最近新开的公司效益不错，想要靠这种手段来引起我的关注。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我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啊，但是现在监控明显显示，是你母亲偷了店里的项链，还想栽赃给我，现在人赃俱获。我那是着急看错了，他们就是想要钱，这钱本就该你们赔。就是条破项链，多少钱？赔给他们。偷1赔3，一共50万。什么？50万？呀，商业新贵顾总不会连50万都拿不出来吧？不行，现在公司就是要钱的时候，这钱不能给。怎么可能拿不出来？区区50万而已，只是你这条破项链，怎么可能值这么多钱？就是，他就是在抢钱。况且这项链我们找着了，还赔什么钱呀？妈，我们走。原来是个假大款，给我拦住他们！哎，你们放开我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这是非法拘禁！只要你把钱赔了，就能离开。我挣钱吧，不能让他们走。我们走去。我不能走！你不能走！怪你这个女人，要不是你，我怎么变成现在的样子？放开我！你干什么？放开我走！妈，小雨。你是我妈的丈夫，她肾衰竭，你不捐谁捐啊？你个不孝子！我一把年纪了，你让我去捐肾，你这么年轻，说完一刀怎么了？你还知道我年轻呢？我活着日子还长着呢，你都半截身子入土了，你活不了几年了。谁说的？你3天2头出车祸的，谁知道你哪天会不会被撞死？你要是死了，我还能再生一个呢。你诅咒我呢？你还能再生一个？就你这身子，你上个床都没用。儿子，
我好痛啊！我这是怎么了？你自己看看，你说说你得个什么病不好，非要肾衰竭？你别看我啊，我是不可能给你捐肾的，老子的肾可宝贵着呢。儿子，我知道你会给我捐的，对吗？儿子，我想活呀，救救我，你救救我吧！我好歹我是你亲妈呀！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我知道了，让苏小雨来捐。可是他同意吗？他不同意也得同意啊！谁让他跟你在珠宝店发生争执，他害你摔坏了一个肾，他不捐也得捐呢。就是，全都是因为苏小雨。对，医生说了，你是轻微脑震荡，需要静养啊。对，云州来了，我去接他一下。那你休息啊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忘拿东西？你们怎么来了？是还嫌不够丢人吗？你不是很嚣张吗？把这份捐肾协议书给签了。你们是不是疯了？你妈生病关我什么事？我妈是被你推倒的，我不找你找谁啊？跟你们这些人说不清楚，赶紧给我出去，不要打扰我休息。看来你是不准备签这份协议了吧？今天不签也得签，爸！干嘛？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爸，他怎么了？我可没动他。儿子，他不会是气死了吧？还有气，咱们赶紧走吧，不然一会儿该有人过来了。趁他现在晕了，赶紧带他去做手术。反正同意书在这里，他不认也得认。小雨，医生说这药。小雨呢？小雨，你别吓我！不是，刚刚进来那个女孩她去哪儿了？你是说苏小雨啊？她刚才不是被家属接走了吗？什么家属？长什么样？去哪儿了？一个推着轮椅，一个拄着拐，说是睡着了不好叫醒，家里有急事就把他接走了，就往那儿走了。不过我看是手术室的方向，可能走错了吧。顾恒，走。儿子，做完手术后，苏小雨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你怕什么呀？反正我们有手术协议书，他不能拿我们怎么样。你要是不怕少个肾，你现在把他放回去，我不拦着你。不，我可不想少，赶紧走。赶紧走啊！医生有安排啊，等他醒了，一切都完了。走开！快不用写了，赶紧按住他，别让他动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家属已经在肾脏移植手术上签过字了，上面还有你的手印，我们也照程序办事。我没签字，是他骗你们的，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们放我出去，不然你们会坐牢的。你们还在犹豫什么？顾总已经交代过，病人容易狂躁，况且顾母的母亲已经在手术了，人要是没了，医院不会放过我们的，赶紧按住了！救命啊！放开我！救命！站住！这小雨做了什么？救命！小雨！救命！灯笼中校！灯笼中校！我们都来了，没事了。快来人，把他们给我绑起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有手术同意书，放开我！儿子，赶紧让他们放了我呀！苏总，咱们对各大医院的资助还要继续吗？虽然公司当初成立医疗基金会是为了顾恒，但世界上不是只有一个顾恒，救助本身没有错，而我们的资助要更加精准的投向需要帮助的人。去吧。我明白了，我这就准备推动项目。
可以见一面吗？我还以为你再也不见我了呢。如果不是我离开，被顾恒钻了空子，你也不会被带走。这不能怪你。他母亲死在了手术台上，他父亲和他这辈子都出不来了，可能这是报应吧。你找我来，不会就是说这件事吧？我知道这样很唐突，但是我还是想告诉你，自从你递过那张通知书，资助我上大学开始，我就再也离不开你了。我保证，以后绝对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我明白你的心意，可是我刚结束一段失败的婚姻，这对你不公平。这很公平，我喜欢你，我是自愿的。好吧，我懂你的意思了，你先拿走。我知道你跟他不一样，让我们给彼此一点时间好吗？好，我愿意等你多久都行，1年、2年、10年，我让你知道我是值得托付的。我不需要你向我承诺多久，等我们变得更好时，我们一定会相逢。好。